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王朝，课本只讲了半页，很多人对他的印象只有三个字：短命王朝。但如果我告诉你一件事，这个王朝只存在了38年，却完成了很多朝代几百年都做不到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说，如果没有他，中国历史可能完全不同。这个王朝就是隋朝。很多人以为唐朝的繁荣完全来自唐太宗，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，盛唐真正的基础其实在隋朝就已经建好了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们就来讲清楚3个关键问题。第一，隋朝修的大运河到底有多夸张？第二，科举制度为什么改变了中国社会？第三，隋炀帝真的只是一个暴君吗？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没有出现。为什么这么重要的王朝却被历史严重低估？在隋朝出现之前，中国经历了一段非常漫长的分裂时代，这就是南北朝。从西晋灭亡到隋朝统一，中国分裂了接近300年。北方和南方不仅政权不同，经济结构也逐渐分离。简单理解，就像今天，如果中国南北之间没有高铁，没有高速，没有统一物流，那经济联系会非常弱。当时就是类似的情况。而隋朝统一中国之后，遇到的最大问题是，怎么把这个分裂300年的国家重新连接起来？答案很快出现，那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工程之一。这个工程就是大运河。今天我们说京杭大运河，很多人以为是明清时期修建的，其实不是。大运河的主体工程是隋朝完成的。隋朝修建的运河体系总长度接近2700公里，连接了5大水系：黄河、淮河、长江、海河、钱塘江。如果用今天的概念理解，这相当于在1400年前修了一条贯穿中国南北的超级物流系统。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没有出现。运河不仅是工程，它改变的是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。运河最大的意义是什么？粮食运输。隋唐时期最富裕的地区在江南，但政治中心在北方。如果粮食运输不稳定，北方人口就很难维持。运河解决了这个问题，南方粮食可以通过水运大规模运到北方，而水运成本只有陆运的大约1/10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整个国家的经济被真正连接起来了。就像今天的外卖平台，如果没有骑手和物流系统，再多餐厅也无法形成规模。运河就是古代中国最大的物流网络。但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其实是另一件事，这件事就是科举制度。在隋朝之前，中国的官员主要来自门阀士族，简单来说就是贵族家族，很多职位几乎是世代继承，普通人很难进入权力体系。就像一个公司，管理层永远只从几个家族里选人，时间一长，整个体系就会僵化。隋文帝开始建立考试选官制度，隋炀帝进一步扩大，这就是科举制度的起点。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没有出现。一个考试制度为什么会影响中国1000年？科举制度最重要的一点是，理论上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参加，这意味着社会出现了一条新的上升通道。很多普通家庭开始投入教育，因为读书可能改变命运。这就像今天很多人努力学习，希望通过考试进入好大学。从长远看，科举让读书成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。但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问，既然隋朝这么重要，为什么它只存在38年？历史书里对隋炀帝的评价通常很简单，暴君。但历史往往没有这么简单。隋炀帝确实做了很多高强度工程，大运河、洛阳城、宫殿建设，还有3次远征高句丽。这些行动消耗巨大，最终社会压力过高，各地爆发起义，隋朝灭亡。但很多政策后来被唐朝继续使用，比如运河，比如科举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历史学家开始重新评价隋炀帝。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历史因果链理解，如果隋朝没有出现，第一步，中国可能继续南北分裂；第二步，南北经济难以整合；第三步，国家很难形成稳定中央政权。最终结果，中国历史的发展路径可能完全不同。但真正关键的问题其实还没有出现。为什么唐朝能迅速进入盛世？很多人把盛唐完全归功于唐太宗，这当然有道理。但如果没有隋朝留下的基础设施，唐朝很难这么快稳定国家。举几个例子，唐朝粮食运输依赖大运河，唐朝选官依赖科举制度，洛阳作为重要城市，也是隋朝建设、
换句话说，隋朝更像一个打地基的王朝，地基不显眼，但决定建筑高度。隋朝评价低有2个原因：第一，王朝太短，短命王朝容易被视为失败；第二，历史由后朝书写，唐朝修史时自然会强调自己的合法性，因此隋炀帝形象被进一步负面化。但现代历史研究越来越发现，隋朝很多政策具有长远意义。如果从世界历史看，隋朝其实很特殊，很多国家在统一之后，都需要很长时间完成制度建设，例如罗马帝国，例如秦朝，但隋朝在不到40年时间里，完成了交通、制度和国家结构的重建，速度非常惊人。但高强度改革也带来了巨大社会压力，这也是它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。这里有一个非常反常识的结论：隋朝的问题，并不是他什么都没做对，恰恰相反，他做的事情太多、太快了，工程规模太大，改革速度太快，社会承受能力跟不上。但这些改革一旦完成，就成为后世王朝的重要基础。如果用3句话总结今天的视频：第一，隋朝通过大运河连接了中国南北经济；第二，隋朝开启科举制度，改变了中国社会上升通道；第三，隋朝建立的国家结构为盛唐奠定基础。所以很多历史学家才会说一句话：没有隋朝就没有盛唐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觉得中国历史上最被低估的朝代是哪一个？隋朝还是其他王朝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用科学和历史解释世界的内容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频道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有意思的历史冷知识。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或者文明演变感兴趣，也可以去我主页看看，还有很多类似的视频。